为什么说迪迦的编剧仅用一集就把时间和遗憾这两个词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么没精神，笑一笑好不好啊？你看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有精神。这一幕出现在迪迦第36话超越时空的微笑中。说实话，小时候看这集时，满脑子都是期待迪迦暴打怪兽的那一段，主打一个战斗爽。但当长大再次重温后，才发现这哪是什么奥特曼打怪兽，这分明是一场跨越了70年的宿命式暗恋，又或者说是一场注定要分开的极致短暂的互相救赎。剧集的开篇，因为一头能操控时空的怪兽出现，导致时空错乱，老旧轮船凭空出现在现代街道，城市各处不断冒出上个时代的物件。紧接着，一个穿着复古校服的女孩从扭曲的空气里跌了出来。面对突然出现的少女，胜利队打算将她带回基地进行询问，但刚来到陌生地方的少女对谁都很畏惧。于是胜利队为了安抚她，派了队里年纪最小的野瑞去当保姆。结果一见面，她自己先愣住了，那种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的既视感，成为了这集埋藏70年的伏笔。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好，我叫手冢百合，是1915年8月16日出生的。看着这个惊慌失措、拼命想回家的女孩，野瑞做了一个违规的操作，偷偷带她溜出了基地，帮她去找家。可当野瑞按照她说的地址找过去后，却发现原来的老房子变成公路，旧街道也变成商圈，而那个原本存在的家也成了地图上找不到的废墟。以前的地图现在根本不管用。我家到底在哪里？爸爸，妈妈。那一刻百合没有哭，但那个表情比哭还难受。她不是迷路，她是被时间抛弃了。于是为了缓解百合的悲伤，野瑞带她去体验现代的东西，吃冰淇淋，玩大头贴，打电动，最后还合拍了照片进行留念。你要过来一点，要不怎么拍得到？这么没精神，笑一笑好不好？野瑞特意买了枚银色小吊坠，把合照塞进去，送给了百合。百合握着那枚吊坠，眼睛亮亮的。那一天应该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但好景不长，造成时空扭曲的怪兽戈尔德拉斯出现了。这东西长得像条金龙，能操控时空，还能反弹所有光线攻击。更麻烦的是，它在不断扩展空间裂缝。根据分析，如果48小时内无法消灭它的话，整个日本将被错乱的时间吞噬。于是野瑞将百合交给其他队员，请你保护这个女孩子。好，交给我吧。野瑞，谢谢你，今天我玩得很开心。我要走了，再见。在战斗中，他发现怪兽头顶的双脚就是力量的来源，并且他每次发动能力后有 0.3 秒会失去防御，只要在那个瞬间击碎双脚，怪兽就废了。但问题是，怪兽一死，时空裂隙就会闭合，所有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都会被送回去，百合也会回去。但回去之后呢？在阴秋的外溢现象使得时间恢复会一下子在那女孩身上反映出来的。她会突然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你不要吓我了，变成老太婆还算好了，说不定她会变成一堆白骨。野瑞知道这个结果，他坐在操作台前，手指悬在发射按钮上，迟迟按不下去。可另一边，迪迦正在外面拼死拼活扛着怪兽，整座城市随时可能被时空吞噬，无数普通人的命都悬在那颗按钮上。最后他还是按下去了，怪兽的双脚被击碎，迪迦补上最后一击，时空裂隙缓缓闭合，百合也消失在了野瑞面前。失落的野瑞回到了曾经和百合待过的公园，坐在秋千上自责，是我把他杀了。这么没精神，笑一笑好不好？
你看。野瑞瞬间惊醒，立马飞奔回家，从落满灰尘的旧物箱里翻出了那枚吊坠，打开一看，里面正是少女时期的百合。这一刻，时空闭环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原来，百合平安地回到了大正4年，她用了整整一辈子的时间珍藏这枚吊坠。等到她垂垂老矣，她知道野瑞还小，于是她再次来到那个公园，找到了那个哭泣的小男孩，把这份跨越了70年的温暖重新还给了他。我们总爱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这集告诉你，有些相遇存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告别的。百合用一天的美好撑过了往后70年没有野瑞的日子，野瑞用一生的疑惑换来了童年那一瞬间的被治愈。正如那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却遇见了对的人，就像百合揣着那个吊坠活了一辈子一样，我们心里也都揣着那么1、2个人，他们没陪你走到最后，但他们在你最慌乱最无助的时候用力拉过你一把，但这就足够了。毕竟不是所有的花开都会结果开过就是整个春天。